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在今天早上的时候，2377发布了王国邮件。这个邮件的主题是移民更新。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邮件的时候，我还差一点吓到，我以为是说2377要解散了吗？因为多数情况下都是王国要解散，有大量玩家要移民离开的时候才会发布王国邮件。但是2377他们这一次发布邮件呢，是因为他们招募到更多的玩家加入了2377。这封邮件里面就说到，各位好，他要跟大家更新一下移民的情况。在他们观看了100多封的申请邮件，哇哦，100多封，就证明说还是有不少玩家是很喜欢2377的，觉得2377这个王国很强很好玩。毕竟各位也有目共睹啦，看到2377在上2次 KVK 的表现，尽管他们上2次 KVK 都已经失败告终了，但是看到2377杰出的表现还有毅力呢，有不少玩家都对他们甘拜下风。正是因为如此，可能就想要加入2377啊。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可能性是想要加入他们之后去打败960也说不定啦。但是他们似乎是并不满足于收到只有100多封的申请邮件，他们会继续收取更多。他们有32个新加入他们王国的玩家，并且其中的2位会加入 AO。 那这边 AO 我就不确定是什么意思啦，因为通常我们是讲 AOO 就是埃及的意思，那 OL 是奥西里斯联赛啦，那这边可能是说埃及跟奥西里斯联赛，并且他们是已经做了计算了，这一次的移民里面有36亿的战力，并且有5850亿的击杀。这里我们也是大概算一下吧，因为他前面就有说过有32位玩家会加入，计算下来的击杀总共是5850亿，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个玩家至少都是会有160亿到180亿左右的击杀，就证明说他们这一次招募进来的新玩家质量都不会太低，也是希望王国的各个成员们可以欢迎他们这些刚加入他们王国的玩家。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他们这一次招募进来的玩家有哪一些。那他们这一次招募进来的玩家，除了有越南玩家之外，还有包括阿拉伯玩家。因为之前的2377呢，其实比较多的玩家还是越南玩家为主，有少数的一些外国玩家。那所以看到2377的问题也是蛮明显，虽然是说他们全天24小时都有人在线，但是一到了凌晨接近早上的时间呢，大概亚洲时间4、5点左右吧，就没有什么看到人了。在傍晚之前呢，人数几乎都是蛮少的，所以他们有一个 downtime， 不过还是会有人在线啊。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玩家会想说，他们有外援啊，确实会有外援啦，但是以他们主要王国的玩家为主的话，是确实只有越南时间会比较多人。不过除了越南玩家还有一些阿拉伯玩家之外，他们还有招募了一些国际的玩家，就是可能来自其他的国家的，并且这里还有隆重的欢迎 Blueberry 的回来。 Blueberry 这位玩家我就不太熟悉，那我就搜索了一下账号，这个不确定是不是他来的，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啦。根据他的战力、击杀还有历史最高纪录、阵亡之类的来看呢，这个玩家的实力可以说是中上水平了。下面还有继续补充到，如果你们不认识 Blueberry 是谁的话，他是在过去的战斗之中都是排行在前5名的玩家。在之前我有跟2377交手过，再加上上一个赛季我也是有观看他们的 KVK， 其实都没有看到这位玩家，所以在之前这位玩家有很大可能他是已经移民离开了，又或者是弃坑了一段时间，所以他的回归对于2377来说是很大的提升。而且你们看他这里所用的称呼是用she，也就是说这位是女性玩家。女性玩家在万国觉醒之中是比较罕见的，而且不只是如此而已，在上一场 KVK 他们结束了之后，从3473还有3308之中带来了一些强大并且受人尊敬的玩家。但是他们有5位玩家的账号是少于900天的，这个估计应该是从3473的玩家过来的吧，他们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所以他们目前的目标就是要帮助这5位玩家发育成功，因为你们也知道，其实2377的礼包也是超级多的，所以我相信这5位玩家要在短时间之内发育突破成功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下面那一排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啦，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想要更加透明化的一些资讯的话，可以去询问他，这个是他们王国内部的事情，我们就不干预了。
那接下来这里有一段话呢，我觉得不只是2377而已啊，其他王国也是可以大概参考一下，因为他这边就有说到，有一些比较高品质的账号被购买了之后，你很难去评价这个玩家是怎么样的，因为不是每个玩家都可以遇到像 Arvix 这样子的大哥，他可以把豹哥跟亚老的账号买下来，然后继续的强大他们这2个账号。有一些账号卖出去了之后没有被好好珍惜，又或者是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养下去呢，就会变成废掉的账号，并且会遇到像邮件里面所提到的事情这样子，因为你看到的数据都是之前的号主所打出来的击杀数据阵亡，然而新的玩家可能没有这个实力，你自己也不清楚。征服者之阵的数据也不是最后的数据，如果有一个玩家他在 KVK 途中离开的话，尽管他是有7000亿的击杀都没有用，因为他不会显示出来。他这里就问到什么是好的战士，是那些击杀很高的玩家，但是他的阵亡还有战力都很低吗？还是什么之类的？他说他们有很多杀戮战士，但是要去阵亡的玩家还远远不够，他们需要平衡他们自己的王国，所以他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他一起去完成啊。那其实这个问题呢，我在近期也是在反思着，这个问题也是影响蛮多玩家的，因为不是每个玩家都可以开销得起每一场 KVK 的消耗、加速、资源，这些都是需要花钱花时间的。所以有一些玩家他们会选择阵亡，而不是去追求更多的击杀，而是默默的付出去做其他的东西，就比方说建旗帜去打对方的农田，去干扰对方的 TP 位置，增援卡集结等等，这些操作呢，其实都是需要有人去做的。我也认为说以击杀的方式去衡量这个玩家到底是不是好的玩家呢，我觉得是不可行的。接着邮件就说到，请记得我们有更加好的洞察力、数据还有分析能力，因为这些都是马必备有的事情。那我比较少见到王国称呼自己是马，多数都是称呼自己是什么狮子啊、老虎啊、大象啊之类的。那最后他再补充一个小故事，在上一次招募移民的时候，他们接收了一位玩家，但是收到了10位玩家的质疑，但是那位玩家居然成为了前30的玩家，但是什么部分前30我就不确定啊，是击杀、治疗还是阵亡。所以他这边就搬出了一句名句 Don't judge book before they are read， 就是不要以貌取人的意思。就像他所说的，他很欢迎大家跟他一起讨论，就是说如果他的成员们有什么问题的话，还可以再继续咨询他啦。那其实还有第2封邮件啊，但是第2封邮件只是说再次欢迎他们的新移民，还有叫他们准备下一场的战斗，大致上是这么多啦。那就如我之前所说的一样，2377是不会解散的。那有一些玩家移民离开的事情呢，是肯定会有的，但是有玩家移民离开，就会有玩家移民进来。而且在看到他们的邮件之后呢，相信之后的2377只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个也是我一直期望可以看到的事情。因为在之前的 KVK 之中，有很多仙府王国就是他们在被战败了之后就马上解散了，又或者是活不久了，越来越衰落。能像他们这样子越战越勇的王国真的不多了，所以真的是值得敬佩。以上就是关于2377移民的事情了。不过这边跟大家讲一个小插曲啊，2377现在有一点尴尬，因为他们 KVK 结束的时间其实有很多其他仙府王国还没有结束，就是说他们下一次匹配会比较困难一点的，有可能像上一次这样子要一个阵营打3个阵营，又或者是他们比较大可能会遇到的王国就是1606了。那不管怎样，希望这一段时间呢，2377能够真正的 recovery 啊，因为他们上2个 KVK 都没有什么休息到。所以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